沈玉楼重伤恢复后，将我和苏银雪一起带回了宗门。他让苏银雪跟着他修炼。10年后，苏银雪成了他的亲传弟子，而我则做了他的夫人。他从不教我修行之事，每次跟他一起出现时，都有弟子说我配不上他。他听见了，但从不制止，任由我被奚落嘲笑，直至寿命耗尽，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他出现在我面前，岑夕昭，当初的救命之恩，我以悉数还你。今日我们便断绝夫妻关系。你入了黄泉，以后转世重新做人，记住，不要再想着一步登天。我点了点头。70年的夫妻，装了一辈子凡人，我也将他前世之情一一尝尽。分身死后，我回了上清派修行，他却为了拜师，成了上清派的杂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快要老死时，再次见到了苏银雪和沈玉楼。先是苏银雪，她前些时候结成金丹，寿命又长了几百年，容貌却如少女一般。看着我苍老的面孔，她捂嘴笑了起来。姐姐，瞧你现在的样子，老的我都要认不出来了。难怪听世童说，你已经几10年没踏出过这里一步。我要是你，也不敢将这副面孔给别人看。毕竟紫云宗的宗主夫人，居然是个白头发老太婆，真是恶心又难堪啊。苏银雪眼里赤裸裸的嫌弃，还有一丝做对选择的庆幸。当初我们一起救了重伤昏迷的沈玉楼，他为报恩，也为了却因果，提出满足我们一个条件。苏银雪想了想，说要跟着他修仙。于是沈玉楼手把手教他修炼，10年后，他成了沈玉楼的亲传弟子。而我比较大胆，居然想做他的道侣。本以为沈玉楼不会同意，岂知他也一口答应下来。待他重伤恢复，就将我和苏银雪带回宗门，娶我做了他的夫人。言出必行，有诺必践，不愧是紫云宗下代掌门人。我这个简陋的凡人，一时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。但很快，这些羡慕就消失了，因为沈玉楼娶我做他的夫人，就只是名义上的夫人而已。他从不教我修炼，也从不跟我同房。我们隔山而居，仿佛是2个陌生人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他只答应娶我为妻，并未答应我别的条件。我愣住，却无法反驳。就这样孤独度过几10年，直至寿命耗尽，白发苍苍。临死前，先见到的不是沈玉楼，而是苏银雪。眼见我快死了，苏银雪脸上冒出一点兴奋。岑夕昭，享了70年的福，你早该退位了。这70年真的是我的福吗？回想过去，我只有失望。沈玉楼和我果然不适合做夫妻。窗外清冷的气息出现，虽然微乎其微，但还是被我察觉。我假装没发现沈玉楼到来，抬起眼皮，沙哑道：苏银雪，即使我死，宗主夫人的位置也轮不到你。你与沈玉楼已是师徒，他如何会娶你？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苏银雪抬起下巴，信誓旦旦。虽然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距离师尊还很遥远，但我相信他终有一天会被我打动。毕竟我跟你不一样，你只是个毫无真气的凡人，而我还有几百年的寿命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让他爱上我。是吗？我望向窗外，那里的气息陡然冰冷，好像有人过来了。苏银雪撇嘴，除了我还有谁会来看你？自然是沈玉楼了。下一刻，他出现在房中。苏银雪转头瞧见，差点吓得魂飞魄散。师尊，刚才那些话，他只敢在我面前说说而已。到了沈玉楼跟前，他膝盖一软，便跪了下去。您何时来的？沈玉楼蹙眉，在你大言不惭的时候，自己去领20界鞭，不要再让本座听见这些话。苏银雪脸色一白，却不敢忤逆他的命令，诺诺地退下了。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，我不禁想起，曾经也有一个人对我说过相似的话。那时我也斥责他，不要再让我听见这些。但后来，他却死在了我面前。转过眸，沈玉楼正看着我。他俊美的容颜凄霜赛雪，周身气度如寒山冷雾，隐隐约约，从不曾让我靠近。我也不想靠近了。我问他，你来做什么？沈玉楼扫过我苍老的面容，恢复了漠然的神色，开口道：
我是来与你断绝夫妻情谊的。岑夕昭，当初的救命之恩，我已悉数还你。待你入了黄泉，以后转世重新为人，记住，不要再想着一步登天。沈玉楼眼中掠过一丝厌恶，那是我这么多年都没想明白的真相。我一愣，忍不住道：原来你一直觉得我嫁给你是为了一步登天吗？所以你不教我修炼，让我庸碌一生，受尽煎熬，只为斩断我的妄想，让我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，真是很苦。这70年，我竟找不到一处甜的地方。我闭上眼，问道：你恨我吗？若不是恨，怎么会这样恨？沈玉楼道：不恨。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个渺如尘埃的凡人，有何可恨？他冷落我，紫云宗弟子轻贱我，都跟恨没有关系。他们只是觉得我不配。沈玉楼认为我利用他一步登天，我不配。紫云宗弟子觉得我一介凡人，居然高攀上他们未来宗主，我不配。凡是我和沈玉楼一起出现的场合，总能听见他们窃窃私语。那就是沈师兄的夫人，怎么是个凡人？跟沈师兄在一起，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诸如此类，我能听见，沈玉楼自然也能听见，但他从不制止，反而默许众人贬低嘲笑。久而久之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在紫云宗地位尴尬，哪怕后来沈玉楼继任宗主之位，我成了宗主夫人，底下的弟子对我依然没有任何尊重。尤其是我急速衰老后，不少弟子看我一眼，都要低声咒骂一句晦气。别派来紫云宗拜访，我不能见客。门内举行宗门大比，我不能出席。沈玉楼对此的说法是，无需我操心。呵，我这样跟一个笑话有什么两样？所幸凡人的一生就这么长，我死了，他解脱，我也解脱，感受到一直缠在我身上的情丝消失。我睁开眼，对沈玉楼道：等我死后，将我尸体送回青州。虽然是去分身，我也不想留在此处。沈玉楼颔首，在我最后一口气耗尽前，他忽然道：记住我刚才的话。我明白，点了点头。记住了，你我已不是夫妻，你不必重复。沈玉楼微微抿唇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重新转世之后，做个脚踏实地的人。他语气似有缓和。不管怎样，这一世你都已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，看在你这几十年也算安分守己的份上，若来世你有所改变，我会引领你踏上修仙之途，届时你便不必再受这短寿苍老之苦。沈玉楼的目光轻轻落在我的白发上，沉寂的眼眸里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脸。我想起来，上一次见他是40年前，那是我第一次主动向沈玉楼张口要东西。夫君，我想要一枚驻颜丹。沈玉楼神色淡淡，看着手里的玉简，不曾朝我投来一丝视线，只问道：你要驻颜丹做什么？我摸着自己显出老态的脸庞，轻声道：我想恢复自己以前的容颜。因为年华不在，皱纹白发丛生，我在紫云宗越发遭人嫌弃。一枚驻颜丹不会延长我的寿命，只是保持我的容颜，让我体面的死去。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要求，沈玉楼依旧拒绝了。他道：凡人生老病死乃是天意，你就算吃下驻颜丹，也不可能像真正的修士一样长生不老，还是放弃吧。我轻声道：夫君，我没想过长生，只是想在死前维持最后一点尊严而已。他也不愿意，我心里说不出的感觉。他厌我至此，尽管驻颜丹对他而言不值一提，也不肯答应送我一枚。我活活老死，受尽众人耻笑，他才宣判这场刑罚结束。够了，我已不欠他什么。出来紫云宗时，我尝试过爱他，尽管他对我疏忽冷漠，但我还是学着去煲汤弄药，守在他修炼的几阶外。是他不肯接受，不愿意多看我一眼。我步步退让，直至无路可退，将自己关在这一隅天地，孤独终老。纵然携恩图报，嫁与他为妻，这几十年的代价也抵消了。来世，我只盼今生便与他断个干净。我摇头拒绝道：不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70年的夫妻，我已将他前世之情一一尝尽。此后天南地北，3000世界，
再不同路。我合上眼，气息逐渐消散。沈玉楼静静站了一会儿，伸手抱起我的尸身。途经广场，他驻足片刻，敲响了悬挂在阁楼上的铜钟。听着响彻山门的钟声，茫然的紫云宗弟子还不知发生了什么。是有长老飞升了，还是宗门里出大事了？什么都不是，只是有个凡人死了。众人摸不着头脑，沈玉楼也没有解释。苏银雪猜到了，但他没说，对前来询问的弟子翻了个白眼。我怎么知道？问别人去。他受了罚，心情不好。见沈玉楼为我的死敲响镇宗之宝，表情更是难看。我的神魂从他身边经过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天际。万里外，群山绵延处，有条横贯修真界南北的长河。一个黑衣青年站在河岸，伸手朝我招了招。师妹。我落到他身边，面容恢复年轻，干枯的头发也变为熠熠生辉的银色。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。我并非凡人，相反，我和沈玉楼一样，是名修士。我比他修炼得更长久，境界也更为高深，所以沈玉楼一直不曾看穿我。只有师兄跟我一起长大，对我了如指掌。他打量着我，惊讶道：“你的那缕情丝消失了？”我颔首，拈起身前一缕银发，垂眸道：“是啊，结束了。200年前，我曾有过一名弟子，他天资出众，勤学刻苦，每日陪伴在我身侧，温良谦恭，挑不出一丝错来。我的生活居所都是由他打理，连喝的茶叶他都要亲自采摘。我以为他只是崇敬我，却不想一次练功后，我在庭中假寐，他竟悄悄靠近，吻向我的唇。我这才知道，他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。我斥责他不尊师道，违逆伦常，他却看着我，倔强道：“师尊，弟子对您的心意，天地可见。纵然以弟子现在的修为，距离师尊还很遥远，但弟子相信，只要勤学苦练，总有一天能追上师尊的脚步。到那时，师尊可会多看弟子一眼。不管是几十年、几百年，修真者最不惧的就是时间，只要师尊能被弟子打动，弟子做什么都愿意。”他掷地有声，我却颇觉头痛，严厉警告道：“不要再让我听见这些。”见他冥顽不灵，我干脆将他赶出宗门历练，希望他见识过外面的广阔天地后，不再执着于儿女情长。但我没想到，他为了献宝于我，竟闯入极其危险的一计。当我找到他时，他已命在垂危，无力回天。师尊，他眷恋地唤了一声，伸出手，轻轻拽住了我胸前一缕银发。我抱着他残破的身体，眼睁睁看着他在我面前死去。那沾满鲜血的手，成为我数十年都无法忘却的画面。发尾像火烧一样，被他触碰过的地方变成刺目的红。师兄道：“师妹，你生了情丝。”我低头看着发尾，那缕红缠绕在银发上，果真如红线一般。我已分不清这是愧疚，还是迟来醒悟的爱，只知道我后悔了。如果当初我没逼他，或许他不会死。我想要弥补，因此用秘法找到了他的转世。这一世，他投身沈家，拜入紫云宗求道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巧被妖人所伤，重伤昏迷。一个年轻少女将他背回家中，但对他受的伤也无计可施。我便是这时出现，用丹药救回了沈玉楼。少女名唤苏银雪，是个孤女，从小在山里长大，不食丹药。沈玉楼苏醒后，也并未察觉端倪。听少女说是我们2人救了她，她便提出满足我们一个要求。她道：“我乃紫云宗彭越真人座下大弟子沈玉楼，2位姑娘对我有恩，玉楼自当报答。不管是何要求，只要2位提出，玉楼定当竭尽所能。”她说的平静，目光里比起感激，更多的是审视。我看着她全然陌生的眼神，微微一愣，想起师兄的提醒。他说：“师妹，玄江已经死了，转世的他已非前世的他了。”玄江便是我徒弟的名字。我见他不是很赞成我寻找玄江的转世，反问道：“那师兄你呢？为何3番4次去看宁熙仙子的转世？”师兄愣住，哭笑不得。正是因为我见过，所以不赞成啊。这一世的宁熙仙子是个没有灵根的凡人，无法修仙。
明明宁熙还活着时，他死缠烂打。等宁熙转世，他终于有了机会，却放弃了。他说：师妹，你知道吗？凡人的一生不过短短100年，无法与我等长相厮守。就算我用灵药为他延长寿命，他也无法跟我白头偕老。师兄的想法没错，凡人的一生的确太短了。哪怕我跟师兄都能通过失传的秘法，找到那人的每一次转世，可世事都要看着那人在自己眼前死去，无尽轮回。师兄不肯踏出那步也是自然，但我跟师兄又有所不同。我认为哪怕只有短短100年相守，也是值得的。所以在沈玉楼问我有何要求那刻，我轻轻开口：如果我想嫁与你为妻呢？不求千年万年，100年足矣。我只想偿还他前世情谊，了却心中执念。但最后证明，我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。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我不该一开始就将沈玉楼当成悬江看待。对于此事的他来说，我只是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感情。当我想要与他培养感情时，他已经对我产生厌弃，再也不愿意多看我一眼。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徒劳，我们不会有好结果了。明白这点，我便彻底将自己伪装成凡人，等待这虚伪的关系结束那刻。无人知道，当听见沈玉楼跟我断绝夫妻情谊时，我心里竟然想的是解脱。太好了，我又能做回上清派的晨光，而不是死气沉沉的岑夕昭。那根缠绕在我发端的情丝，随着我的分身死亡而消散。光阴流转，一切都回到了原轨。师兄依然在河岸，犹豫自己要不要去找宁熙的下一世，而我回到上清派，闭关修炼。就这样又过了20年。这20年里，修真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，其中最出名的便是紫云宗宗主沈玉楼与千妖门大长老齐峰一战。两人为争夺西海一境的一宝紫藤枝，拼得你死我活。大战持续了1天1夜，最终沈玉楼险胜一招，将齐峰诛杀，就此扬名。我没想到，这株引起争斗的紫藤枝会送到我的面前。当看见锦盒里的东西时，前来报信的弟子解释道：晨光真人，紫云宗宗主有事相求。什么样的事，让他特地献上不惜生死得来的紫藤枝？我淡淡的转身回道：帮不了，送回去吧。是。弟子正要退下，一道温和的声音传了过来：晨光，且慢。我转身，见是掌门出现，行礼道：掌门。他笑吟吟地看着我：师侄、师叔有个不情之请。一听他开始拉关系，我心里便咯噔一下。此时开口，我哪里猜不到是跟沈玉楼有关。果然，掌门道：灵儿即将突破，我正打算为他炼一味丹药，助他顺利度过瓶颈，不想刚好差一味紫藤枝。此药生长在一境之中，西海之行，灵儿错过了，上清里也没有存货。师叔难得求你一次，希望你能答应沈宗主的条件。之后无论你要什么东西，师叔的宝库里都随你挑。掌门口中的灵儿乃是他的小徒弟，按照辈分算是我的小师弟。既是小师弟的事，我也不好坐视不管。何况掌门还开出了丰厚的条件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问道：掌门可知沈宗主的条件是什么？掌门笑道：这你不必担心，对你而言轻而易举。沈宗主乃是为寻一个人的转世而来。我微一挑眉，有些讶异。寻人？这倒不稀奇了，毕竟几百年来想找我寻人的，没有100，也有80。他们不是每个人都能见到我，我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答应。但我凡是应下的，不管那人转生为何物，就算是飞禽走兽、花草树木，我都能找到。因此，我在修真界也算有些名气。沈玉楼会想到找我寻人不奇怪，只是什么人值得他交出紫藤枝呢？我的心微微一沉。掌门不知我与沈玉楼的恩怨，我若一味逃避，倒显得可疑。不如先见见沈玉楼，问清楚他到底要找谁。反正以我如今的模样，沈玉楼也是认不出的。我想了想，对掌门道：掌门，不是我不答应，只是这件事恐怕不会太过容易，我要见过了沈宗主才能决定。掌门说：行，依你之意。他现在就在上清派，
何时让他来见你？若他已经到了，现在就让他去碧泉宫吧，我在那里等他。拖得再久，对我也无意义，不如早点解决。我一步碧泉宫，这里是我以前修炼的地方，山石嶙峋，水波澹澹。沈玉楼从长廊另一端走来，仍着身子的衣，束着整齐的发髻。珠玉琳琅，衬得他恰到好处，步履行走间，气度翩翩，一抬眼又如昙花尽雪。我看着他不曾改变的眉目，心下一片漠然。六角亭楼里，一袭纱帘隔绝了里外，我坐在内，而沈玉楼站在外。他俯首而拜，低眉道：“晚辈见过晨光真人。”这般谦卑的样子，与我在紫云宗见到的不同，和前世的玄江也有所不同。我已能将他们分开对待，等他见过礼后，便不动声色道：“不知沈宗主前来，所寻何人？”沈玉楼迟疑片刻，眼里掠过一丝期待：“是晚辈的旧识。”“哦，他因何而死？”我随口问出，沈玉楼却突然沉了脸色，低声道：“寿终正寝而死。”听到这话，我便明白了，心中冷笑一声：“你的那位旧识不是修士？”“不是，他只是个凡人。”沈玉楼身侧的手攥紧，眼底似沉着冰雪。我勾起唇，接着问他生卒年月多少。沈玉楼一愣，抿唇道：“我只知他死的那日是7月初3，至于生辰，在下不知。”“哦，不知。”我重复着，无视沈玉楼黯然的脸色，继续问：“那他家中可有故友亲朋？”沈玉楼又是一怔，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应是没有的，若是有，此时应该也入土为安了。”我暗自嗤笑，扬声道：“沈宗主对此人全然不知，我看此人对沈宗主也并不重要，何必千里迢迢要我寻他？不如现在回家算了。”沈玉楼脸色大变：“真人？”他抬起眸，眼底似是有怒意划过，不再冷静。我摇了摇头：“稍安勿躁，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。罢了，我且再问你，你可有他重要之物？”沈玉楼皱眉，仔细凝神回想，闭了闭眼：“没有。”这次他的声音极低，也不像刚才那样激动了。我饶有兴致道：“什么都没有，你要我怎么帮你找呢？”“沈宗主，你还是换个人吧。我们掌门对你的紫藤枝很感兴趣，这笔交易，我们上清派不想错过。”沈玉楼眉心抿在一起，他眼里闪过茫然，怔怔道：“果真没有其他的办法？”我叹了口气，摊开手：“是啊，沈宗主要不是走投无路，也不会找上我吧？可惜，让你失望了。紫藤枝沈宗主就带回去吧。这个人，我无法回答。”眼见我起身要走，沈玉楼眼里闪过慌乱：“等等，晨光真人，在下是诚心向真人请教，如果真人还有别的条件，不妨直言。”他目光灼灼，我忍不住笑了一声。沈宗主当晨光是坐地起价的人，既然说了回答不了，那就是回答不了。沈宗主另请高明吧。我的语气陡然冷下来。沈玉楼原本想掀开纱帘的动作顿住，脸色雪白。他盯着我，眸光灰暗，仿佛受了极大的打击。我心中不解，讽刺道：“沈宗主，我看你的情况也不像是跟那人关系很好的样子，是什么让你不惜代价也要知道那人的下落？莫非他是你的仇人？所以哪怕转世，你也要将他找出来，千刀万剐？”沈玉楼呼吸一滞：“当然不是，我们曾是夫妻，我答应过他，等他转世之后会去接他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，我都没有他的消息，不知他投身到了何处。”沈玉楼怅然若失，我却觉得可笑非常。我挑眉道：“若他真跟你许了来世之约，我应当能在你身上找到线索。可是我只看见一片空白。沈宗主，他当真答应了你吗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你自作多情，其实他从来都没想过跟你还有来生？”我的话语落下，沈玉楼骤然拔出长剑，寒光一闪，纱帘坠地。我眼神冷冷地看着他，不躲不避。沈玉楼呆住，在触及我面容的刹那，瞳孔紧缩。他下意识道：“我以前在哪里见过你？”“不曾。”冷漠否认后，我勾起嘴角，抬了抬手：“这里是上清派，沈玉楼，你太放肆了。
当面拔剑，以为我是吃素的。我手指轻扬，庭外水流寸寸凝冰，化成剑影朝沈玉楼射来。沈玉楼纵身翻出，落在湖心之上。我一拍手掌，湖面霎时卷起漩涡，他无处落脚，只好在虚空腾挪，躲避着往来攻击。我轻嗤一声，放出威压，沈玉楼灵活的身法骤然停滞，被我趁机打飞出去。可一声闷哼，沈玉楼落在山石上，侧头吐出一口鲜血。我弹了弹衣袖，没什么笑意的弯唇，看在掌门还想要紫藤枝的份上，饶你一命。你去找掌门救你吧，这种东西还是用在你自己身上。沈玉楼面如纸色，刚才那一击让他受了重伤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我找了2个上清弟子把他抬走，掌门见了他的伤势，也知我们谈得不顺利，倒没提紫藤枝的事，只是把他送出了山门。自此，我以为沈玉楼不会再来找我了，可谁知他居然还未放弃。我这条路走不通，他竟然找上我师兄。修真界里知道我有个师兄的人不多，清楚师兄与我同修一门秘法，也能看破命缘阴劫的人就更少了。沈玉楼不知从何处得到的消息，为打听师兄的下落，他放下身段，亲自来向我赔礼道歉。我没收他的礼，也没见他。他向上清派弟子打听，但那些人也不知道。师兄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行踪飘忽不定。跟师兄素不相识的沈玉楼，执着地找了他30年，最后才在白龙河见到我师兄一面。这事是师兄回来后跟我提起的。那时沈玉楼憔悴了许多，见着师兄，便向他打听岑夕昭的下落。师兄何等聪明，很快就想通了岑夕昭是我。他笑得颇有深意，这个恐怕很难啊。沈玉楼单膝跪地，恳请他答应自己，不管以何种条件交换。师兄连忙把他扶起，拍着自己胸脯：兄弟，你放心，这么多年还从没人找本公子算过呢。你是第一个，本公子感谢你的信任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。说罢，师兄装模作样掐了个诀，嘴里喃喃乱语，忽地朝东南一指：带，就是那个方向了。小兄弟，你要找的那个人这一世是根香蕉，恐怕得早点赶去，不然香蕉落地了，就又投胎转世去了。沈玉楼面色难看：香蕉？师兄点头：那还不快去，认不出来是吧？本公子给你画一个。说着，他从储物戒掏出纸笔，给沈玉楼画了根弯弯的香蕉。沈玉楼眼里满是被戏弄的怒气：明夜真人，在下没有和你开玩笑。明夜真人也就是我师兄。他很疑惑地用笔挠了挠头：兄弟，本公子也没有跟你开玩笑啊，这人死后可以投胎成畜生，怎么就不能转生成香蕉呢？物种是可以跨越的嘛，兄弟，感觉你不是很爱他呀，连他是根香蕉你都不能接受吗？师兄啧啧感叹，沈玉楼气得手背青筋直冒。他对师兄道：本以为明夜真人能够帮我，看来是我高估了真人。师兄摆摆手：瞧你又急，要是这事他是香蕉你接受不了，那等他下一世呗。反正香蕉生长周期又不长，很快就到下一世了。你找了这么多年，还等不起这点时间？沈玉楼满脸玉色，几欲吐血。师兄一叹，给他写了个时间：诺，你5年后再到这里来，他差不多那时就转世了。这次让你看看本公子的真本事。沈玉楼不愿再相信师兄，可他这些年用尽手段，都无法找到那人。茫茫天地间，何处一孤魂？他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能期望师兄下次能靠点谱。而我师兄也是不负所托。5年后，当沈玉楼再次出现时，师兄没有废话，直接施展了秘法。这次沈玉楼能明显感觉到跟上次不同，师兄的眼睛变得漆黑，如同没有星月的夜色。周围的风声与水声都在刹那停滞。寂静的须臾，师兄闭上眼，唇边浮起动人的微笑。我看见了，他投生在南阳谷附近的一座村庄，今年3岁，左耳有颗细小的红痣。岑夕昭左耳便有一颗红痣，明夜未曾见过他，不可能知道。只有，他真的找到了岑夕昭的转世。沈玉楼脚步一颤，眼眶疏忽红了。师兄惊讶地看着他朝自己跪下来，心里带着几分哑然。
你就这么爱那名女子？沈玉楼身体一僵，许久，他才低声道：我不知道，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。对修真者来说，其实50年并不算漫长。可沈玉楼回忆起来，只觉得恍如前世，他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心境。每次想到岑夕昭，就好像刀刺一般的疼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疼？明明岑夕昭刚去世时，自己还能够专心闭关，可10年后，当他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岑夕昭的转世，连他的尸体也不见后，他就开始慌了。他压制着自己不安的心，闯入西海一境，艰难厮杀，从齐峰手下夺走紫藤枝。这位要来之不易，但他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他听说北方上清派有名晨光真人，可以通晓阴阳轮回，他想以此交换，获得岑夕昭的下落。所幸上清派没有拒绝，他们说这是要看晨光真人的意思。沈玉楼期待又忐忑，站在碧泉宫里，行过礼后，思量着该如何开口。他还没想好，里头柔婉清亮的声音响了起来。沈玉楼一怔，心头掠过一抹熟悉，颤动的心脏就好像他听过无数次。怎么可能？他们分明第一次见面。沈玉楼觉得可笑，撇清怪异后，认真回答对方的问题，但对方绵里藏针，刺得他难堪至极。沈玉楼没忍住，拔剑展开纱帘，一名难以形容的银发女子便在帘后不闪不避地对上他的眼，仿佛时间停止。沈玉楼脑海里有模糊的片段飞速闪过，那是一段全然陌生的记忆。融融院落中，女子俯首在他耳旁，轻轻述说着什么。她的发尾洁白如雪，就如春日灿烂盛放的梨花，好美，好美。沈玉楼心神一震，不解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记忆。他想再靠近女子一点，却被女子伸手打飞出去。背抬走时，他清晰地看见女子眼底的冷漠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对他浅笑？那些记忆果真是错觉吧？沈玉楼闭上眼，狼狈地离开上清派。之后他又去了其他地方，但无论哪里都没有岑夕昭的下落。他从希望到绝望，日复一日，仿佛溺水的人看不到彼岸。真是疯了！区区一个岑夕昭，哪里值得自己这样拼命？沈玉楼逼自己放弃，可心头却有一股莫名的执念驱使着他，让他一定要找到岑夕昭，不然他会后悔，很后悔，很后悔。沈玉楼为自己的想法心惊，他不明白自己有什么好后悔的，是岑夕昭先利用自己，如果不是他贪心，妄图攀附自己，自己也不会对他这么冷漠。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呢？沈玉楼困顿不解，挣扎迷惘。他的执念越来越深，到后来好像生命里只剩这一个目标。紫云宗的事务，他许久没处理了。苏银雪找他修炼，他也不想搭理。他只想知道岑夕昭在哪儿。他们不是说过来世相见吗？岑夕昭为什么不肯来找他？沈玉楼着了魔，走投无路之下，竟把明夜当成希望。他还是不了解明夜，不知这个男人的随性。即使看见沈玉楼在自己跟前下跪，明夜也没有改口的意思，反而朝天吹了个口哨。哎呀，爱不爱的，既然不知道，就别在意了。转世之后，人家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，你可不要吓人家啊！沈玉楼握紧双拳，我不会再伤害她的。说罢，他迫不及待地飞走了。师兄回到上清派，跟我绘声绘色地讲了这段故事。我忍不住摸了摸银发遮盖下的耳垂，那里有颗不易察觉的红痣。料沈玉楼也想不到，师兄跟岑夕昭是认识的。什么南阳谷的小女孩，都是骗他的。我问师兄，你就不怕沈玉楼发现真相后，跟你不死不休？师兄道，他来呗，找得到我再说吧。你有操守，我可没有。秘法这种事出点差错怎么了？我又没说一定万无一失。师兄嘻嘻一笑，我突然明白了他被宁熙嫌弃的原因。有时候他的表情真的很欠揍。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？见他翻出墙，我问了一句。师兄撩了撩刘海，去找宁熙。他每次都这么说，但从来没见他跟宁熙在一起过。我望着他远去，心想师兄跟沈玉楼还真是不同的人。
但我感觉师兄没比沈玉楼清醒多少，只是他发疯发得很平静。我叹口气，望着银发尾端，感慨情丝骇人。你看我们掌门就没有这样的烦恼，2000来岁吃嘛嘛香，黑发乌亮，坐下弟子也一个比一个有出息，羡慕，说不出的羡慕。我眯起眼，招手布下结界，打算小小的内卷一下。不想这一卷就是16年。当我从结界里出来时，我已经跻身修真界一流高手的行列。沈玉楼在找我发疯，我一根手指头就能镇压他。我抬起手指，外面有弟子通报，说那谁求见。我正巧打算找人练手，冷笑道：让他进来。不一会儿，沈玉楼出现，和上次比起来，他憔悴消瘦的吓人，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傲雪凌霜的风姿，反而像后雪下干枯的杂草。我挑了挑眉，收起手指。听说你卸任了宗主之位，这几年入了上清派当杂役，就为了见我一面。现在见到了，你有何话可说？我只给你一次机会。沈玉楼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，声音嘶哑，呵呵的笑。明夜真人将我骗得好惨，我在南阳谷掘地3尺都找不到你，被魔门掳走，生命垂危之际，才发现原来大名鼎鼎的晨光真人便是紫云宗上的岑夕昭，或者我该叫你一声师尊。沈玉楼什么都想起来了，前世的记忆涌入脑海，他一下子就发现了真相。其实对熟悉我的人而言，这很容易。沈玉楼不知道，是因为他想不起，一旦想起来，中间的所有他便都明白了。难怪我当初内伤那般重，2个凡人女子怎可能救下我？我是修士啊，山里的普通草药根本起不了效果。师尊，是你救了我吧？沈玉楼曾经不恨我，但他现在眼里分明闪烁着恨意。我平静地与他对视，没有否认，是。沈玉楼惨笑，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跟我长久的在一起，对吗？修士的寿命太漫长了，你怎可将如此多的时间浪费在我身上？所以你伪装成凡人，让我享受到凡人的百年欢愉就够了，对吗？沈玉楼说的不错，我一开始的确是这样想的，但我后来也曾改变过主意。我看向他，轻声道：紫云宗上，我向你提过修炼，若你同意，我们还会有很长时间，足够你知道真相。是你不肯同意，还说我是因为嫉妒苏莹雪才提出一起。沈玉楼，我做的不对，你就做得很好吗？沈玉楼脸色苍白，摇摇欲坠。我目光淡漠，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，冷静地陈述：你厌我，我忍了，任由你发泄不满。离开紫云宗后，我没对你做过报复之事吧？你变成如今这样，不都是自作自受吗？沈玉楼神色一痛，嘴角刺目的鲜红流下。他本就是撑着一腔恨意见我，如今得知是自己的傲慢导致我们决裂，心里顿时失去了所有的支撑。他看着我，眼里的恨如潮水退去，期望又绝望。来世，你还愿意收我为弟子吗？我淡淡道：不打算收徒了。沈玉楼一愣，随后笑了起来。也好，那我就是你唯一的徒弟了。我的徒弟是玄江，不是你，有什么区别？前世、今生、来世，我既是玄江，也是沈玉楼，下一世或许是只小猫小狗，也不错。师尊，这也很好。沈玉楼的声音低下去，逐渐变得安静。我看了一眼，他没死，只是昏迷了，便让上清弟子把他抬了出去。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沈玉楼。有人听到他临走前说要当小猫小狗去了，都当玩笑而已。我在碧泉宫日日修炼，冲破宁静的是一身鲜血的明夜。他胸前整片都红了，密密麻麻几个狰狞的刀口，脸色惨白，嘴角却挂着灿烂的笑容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搭着他的手腕，一边给他输送灵力，一边忍不住道：怎么回事？明夜摆了摆手，把宁熙惹恼了，他砍的。我不解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就是宁熙还活着时，明夜都没受过这么重的伤，现在转世后他只是个凡人，就更难伤到了。明夜含着笑容，我忍不了了，我无法看着她像一个普通女人那样成亲生子，所以我把她前世的记忆恢复了。她知道一切后，
想要杀了我。握着刀，声嘶力竭地问我为什么要逼他。从仙门大宗的天之娇女，沦落到偏僻落后的村头农妇，其中的落差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他本来都接受平凡的生活了，可明夜突然出现，告诉他曾有过那么灿烂自由的过去。修真者的寿命漫长，记忆也绵延不绝。与之相比，这几十年的农妇生涯算什么？宁熙简直要疯了，他一边砍一边咒骂。知道为什么我前世就不喜欢你吗？因为你任性妄为的能把人逼疯。就算我想起来又怎样？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宁熙了啊！你这样除了能让我痛苦，还能让我怎样？你要我如何度过这余下的几十年？还是你告诉我这些，就是想让我一刀结果自己，好跟你转世呢？宁熙崩溃的大喊，双手紧紧握着刀柄。明夜嘴唇颤抖，对不起。他知道自己的自私伤害到了宁熙。在发泄过后，宁熙恢复平静。他让明夜永远都不要再来找自己了。明夜带着笑跟他道别，然后一身血的跑回了碧泉宫。我有些无言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毕竟他在犯贱，也是我师兄。我跟他说，罢了，你帮过我，我也帮你一次吧。处理好明夜的伤势后，我来到宁熙所在的村子。他这一世该叫李满幸。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呆呆地望着水面的倒影。我让他睡了一觉，把他前世的记忆给抹去了。有时候，真相比谎言更残忍。如果李满幸不知道真相，他不会发疯；如果沈玉楼不知道真相，他大概还在紫云宗做他的宗主。我不知道明夜为何坚持让李满幸恢复宁熙的记忆。过去就是过去了，为何非要把现在的人扯进前世的恩怨？那是错的。我对明夜说，师兄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明夜点头，含糊道，我知道的，师妹，我知道的。他自嘲地说，我看不起沈玉楼那小子，但其实我很羡慕他，因为他从来不在意什么前世今生。如果宁熙是你，而我是他，他早就不顾一切把你带走了。什么凡人，什么修士，记得起也好，记不起也好，只有能和对方在一起，小猫小狗又怎么样？明夜萎靡道，可我不行，师妹，我没办法将李满幸和宁熙看作是同一个人。就像你心里玄江和沈玉楼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看着他迷惘的眼，颔首道，他们肯定是不同的。过去也好，现在也罢，我们还处在原来的轨迹，但他们的命运已经改变了。没了你，他还是一样生活。师兄，我们没有那么重要，他们也不是离了我们就活不下去。我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，他一脸沉思，说，我明白了。师兄明白个头。等我后面反应过来他这句话时，他已经自毁道行，转世投胎去了。能让已经交错的两条命运线再次相交的方法，就是其中一个人脱离原来的轨迹，重新开辟出新的命运。我实在没想到师兄这样心狠。自毁道行这种事，反正我是肯定干不出来的。掌门估计也怕了，拉我去他那里谈心。他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冲动。我说什么冲动？他身边的小徒弟道，晨光师姐，就是那个，你有没有想去找明夜师兄的冲动？我扬眉道，我去找他做什么？明夜跟宁熙的命运，以我如今的修为，已清晰可见，最多不超过100年，他们便能相遇了。这一次不会有任何前世纷扰，所有的结果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我似笑非笑，对掌门道，掌门师叔，我看起来有那么不靠谱吗？掌门汗颜，尴尬地擦脸，晨光师侄，不是师叔不相信你，实在是情之一字，难以勘破。你比你师兄豁达，那自然再好不过。若是感觉寂寞，可以找你师弟师妹们玩，别老一个人待在碧泉宫。看着掌门略带担忧的眼神，我有些无奈，摇了摇头道，不必了，我感觉自己的瓶颈有所松动，接下来300年，我要外出游历，寻找飞升的契机了。修真本就是孤独的，我的师父亦是一个人飞升。掌门以为我贪恋过去的温暖，放不下徒弟，放不下师兄，可其实我早就向前看了。师兄他有自己的道路，我也有我自己的。我简单收拾了东西，离开上清派，四处游历，海底遗迹，世外仙山。
我踏足过的地方，有热闹，有寂寞，有机缘，有困险，无不锻炼着我的心境。时间漫漫300年，天地震动，浩瀚雷劫自云中降下。我在万物沉寂的季节里飞升，光芒散去，满山白雪融化。一声轻笑传到遥远的上清派，掌门似有所感，掐指而笑。无人驻足的碧泉宫周围，灵气奔涌滔天，惊扰到路过的一只猫。它雪白的身子滚下山石，落在柔软的草地上，紫色的眸子极其罕见，喵喵地伸了个懒腰。千里外，正在钓鱼的少年打了个喷嚏。竹溪师姐，我怎么觉得有人在看我？旁边冷着脸的俊俏少女头也不抬，哪有人？这方圆百里我都看过了，钓你的鱼去吧，小心被师傅发现我们私自溜出来。师姐，你真好。少年勾唇，露出灿烂的笑容。那被称作师姐的女子见状，脸上也软了神色，揉了揉她稍显凌乱的头发。她心里其实也觉得有人在看她，只不过那视线并不让她反感，像是薄薄的日光从身上一掠而过，回归到天上，淡淡的温暖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